好，我们今天呢要来深入聊一下大家最关心的话题，2026年的世界棒球经典赛，所有的目光都会集中在东京巨蛋的次一组。没错，对我们来说，这根本是一场极限压力测试。你摊开赛程一看，3月5号到8号，连续4天都要出赛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帮你拆解一套作战剧本，目标就只有一个。怎么在东京巨蛋杀出重围，重返8强？像经典赛这种短期赛事，每一个决定，从投手轮替到资源分配，都像在下围棋一样。真的，一步错，全盘结束。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出那条，在数据上胜率最高的路。我们就直接从棋盘本身来看，就是赛程。3月5号第一天对澳旧，我们直接把它定义成晋级决定战。我们发现一个很残酷的现实：经典赛有史以来第一场输球的队伍，最后能够晋级的几率，连30%都不到。Steven 大大的肝需要您的守护。如果您想支持我们继续产出高品质的棒球分析，欢迎加入会员干爹行列，还有专属福利回馈给您哦。感谢支持。所以说，这场比赛的战略意义根本就跟季后赛第7场的生死战是一样的。没错，等于说你第一天那个压力值就直接拉到最高点了。然后你看哦，第二天3月6号晚上客场对日本，哇，这场硬仗，这不只是一场硬仗，这是客场挑战地主国，你要面对满场球迷的加油声，那种心理上的消耗，有时候比身体的疲劳还可怕。打完日本这场高张力的夜间比赛，不到15个小时，3月7号中午，马上就要在主场迎战捷克。这个就是典型的晚接早陷阱。对，体能跟专注力最容易出状况的时候，也是最容易爆冷门的。这种比赛你感觉好像稳赢，结果一不小心就……真的，球迷最懂了，感觉稳赢，大家边看边滑手机。一回神发现比数怎么被逆转了。对，所以这种比赛反而最需要绷紧神经，因为它是绝地不能输的一场。然后最后一天3月8号对韩国，宿命对决。这场很有可能就直接决定，谁能拿下最后一张8强门票了。整个赛程可以说是陷阱密布啊，而且在这个陷阱之上还悬着一把剑。对不对？就是那个 WBC 很特别的投球数规则。它的规则核心很简单，只要一个投手在单场比赛投超过50球，他就必须强制休息4天。那你想想看，在只有5天的小组赛里面，这条规则直接导出一个结论，就是我们的王牌没办法丢2场。完全正确。我们最顶尖的2张王牌古林睿煬跟徐若曦，他们就变成了一次性使用的互斥资源。教练团手上这2颗最重要的棋子，每一步都要算得很清。对，除了规则，比赛场地东京巨蛋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变数。大家印象中都说它是打者天堂。对，但深入分析之后，它其实有双重特性。首先，它对那种非球型投手是一个潜在的风险，因为东京巨蛋是一个镇压的封闭场馆，为了让那个蛋顶不要塌下来，里面的气流是持续由内往外吹的。这股你看不到的气流就变成深远飞球最好的推进器，常常会把那种普通的深远高飞球直接吹成一发全垒打。哇！但反过来说，它的人工草皮，球滚动速度快，弹跳又很规律，这对滚地球型投手反而是一个红利，有利于内野防守。还有一个点很有趣，巨蛋里面那个恒定的温湿度，这对像徐若曦这种手指感觉特别敏锐，而且又有伤病史的投手来说，反而是一种保障，对吧？那现在该来看看我们手上有什么牌可以打了。这一次的战术几乎可以说，完全是围绕着我们2位王牌投手在转。对，核心就是他们2个。那我们先来谈古林睿煬，他在日职火腿队第一个完整赛季防御率 3.62，WHIP 1.20。简单说就是他平均每一局只会让 1.2 个打者上垒。在日职这种强度，这代表他有很强的压制力。他最大的武器藏在一个非常反直觉的进阶数据里面。在2025年，他身为一个右投手，面对右打者的 OPS 是 0.705，
喜欢这支影片吗？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还有，别忘了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漏接任何精彩的分析哦。这算是一般的成绩哦。就正常。但是他面对左打者的 OPS， 你猜猜看多少？竟然只有 0.401。等一下，0.401，这根本是把联盟的中心打者当成后段棒次在对决的数字耶。就是这么夸张。第一，他的出手点跟跨步对左打者有很好的视觉遮蔽效果，让他们看不到球。对，很难在第一时间判断球路。第二，也是最致命的，他那颗进化后的指叉球，在面对左打的时候，不只是垂直下坠哦，他还会朝着远离打者的外角低处快速的窜逃。所以对左打者来说，那颗球的轨迹本来像直球，但他们一挥棒，球就消失了。这两者结合，让他变成一位顶级的左打杀手。那我们的另一位王牌徐若曦，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快，他那颗极速158公里的四缝线速球非常有名。但在现在这个时代，158好像也没那么罕见了。对，很多投手都丢得到那徐若曦的速球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会被形容成是暴力美学？速度完全不是他最可怕的地方。徐若曦的速球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它的垂直变化量，也就是 IVB。徐若曦这个接近20英寸的数据，代表他的快速球在飞向本垒板的时候，下坠的幅度比打者大脑预期的要少非常非常多。这个差距会在大脑中造成非常强烈的上窜错觉，结果就是打者以为自己挥到球心，结果挥到球的下缘，或是根本挥空。就是这样，要么挥空，要么打成完全没有威胁性的内野冲天炮。原来如此。而且他还有一颗被球探评为 Plus 等级的指叉变速球。这颗球能跟他的火球完美的共轨，意思就是说，出手之后，飞行前半段看起来一模一样，直到最后一刻才急速下坠，打者根本来不及反应。他是一位能用绝对球威强行改变战局的破局者。所以我们等于有了2套完全不同的武器系统。那问题来了，面对澳洲跟韩国这2个最重要的敌人，教练团该怎么选武器？我们先看首战的澳洲。好，这个就要从分析澳洲的打线结构开始。现在的澳洲队打线核心是一支左倾的强力挥击部队，他们最重要的打者像是2024年的选秀状元 Travis Bazana 左打，他们的重炮 Rickson Wingrove 也是左打。这群打者的共同特点是挥棒很积极，但弱点也很明显，就是对外角低角度的纵向变化球完全没策。等一下，左打部队弱点是外角低的纵向变化球，这听起来根本就是为古林睿煬量身打造的舞台啊！没错，这就是一次完美的战术匹配。哇！第一，数据对决，用古林对左打者那个 0.401 的 OPS 去对决澳洲的左打海，这是数据上的绝对碾压。第二，球路克制，古林的几叉球正是澳洲打者最头痛的球路。在首战那个巨大的压力下，它的稳定性会比较高。对，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要把最有把握的牌压在第一场。短期赛就是一场赌局，你必须把你最大的筹码压在胜率最高的那一个。接着，我们把目光跳到最后一战的韩国队。韩国打线同样也是所谓的左打海，但他们跟澳洲是完全不同类型的打者。对，完全不一样。像是李正厚、金惠成，他们是以极高的击球率还有超强的缠斗性出名的，很难被引诱去挥坏球。用手术刀就对付他们，效果可能就没那么好了。完全正确。对付这种打者，你不能只靠变化球去骗他们，因为他们不上当。你必须用绝对的球威去正面压制，让他们就算碰到球也打不强。这就是徐若曦登场的时刻，正面硬碰硬。对，面对李正厚这种等级的打者，只有徐若曦那158公里加效22寸 IVB 的火球，才能做到你看得到，但也打不好。他的高位速球是破解韩国打者那种平击式挥棒轨迹的最佳策略，而且把他安排在3月8号的最后一战，因为是小组赛最后一场，他完全不用保留体力了。他可以把3局的投球当作他生涯最重要的一场后援任务，每一球都催到极限，燃烧所有能量。好的，我们把最重要的第一场跟最后一场分别交给了古林和徐若曦。对日本采取车轮战，
让一些旅美的小将或是姿势比较特别的侧投、下勾投手轮番上阵，目标是打乱对手的节奏，同时让我们的主力王牌和牛棚获得最宝贵的一天完整休息。好，那对捷克呢？这场是必须拿下的比赛，但也是体能最困难的一战，投手要怎么安排？对捷克这场，关键就不在于投手用球威去三振对手了，而是要像个精准的上班族一样，准时打卡上班，稳定完成工作，然后把舞台交给打击。所以我们会建议指派一位控球稳定、经验丰富的中职本土王牌先发，他们的任务不是三振秀，而是稳定的吃下局数，让打线能够尽早拉开比分。这样才能把牛棚战力完整的保留给隔天对韩国的决战。但棒球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，它永远不只是数字的游戏。没错，所以最后我们想留给你个问题思考一下。好，你认为哪一位选手的心理素质与场上领导力会成为那个意想不到的 X 因子，真正带领这支球队扛住压力，杀出重围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野球特报，我们下次再会。